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猪分享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双我双11入手的一双老鞋 Hyperdunk X Low， 其实也就是 Hyperdunk 2018。今年重新补货后，也是迎来了大幅的降价。我双11花了430入手的一双，但是觉得价格还可以接受，加上也是近期公式鞋有点穿腻了，想重温一下以前比较简单的球鞋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毕竟读鞋时使人明智嘛。那开头也可以先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看法，我个人认为它的高性价比是不沾边的，在目前的球鞋市场中，这就是一双顶多4开的球鞋，甚至3开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的价格。价格如果去到5开的话，我个人是完全不推荐的。那具体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？就随着接下来的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首先说一下我觉得比较好的部分，上脚的第一个感受呢，就是非常的轻质，轻薄的鞋面和简单的鞋身结构，单只43码重量控制在只有338克左右。放眼整个球鞋界也是最轻质的那一档了，而且左右脚的重量都控制得很严谨，误差仅在 0.7 克左右，不到1克的误差还是有点东西的。穿上脚确实基本就感觉和没有穿鞋一样，运动过程中脚步确实感觉是倒腾得更快了。然后缓震是现在耐克用的越来越少的前扇形后马蹄纵的搭配，缓震回弹到位，不会过剩也不会泄力。过去凡是用上了这个经典搭配的球鞋，口碑一般都不会太差，应该是很多实战党包括我在内心目中比较信赖的气垫组合了。那用在这双鞋上的表现也是依旧稳定，不得不说，气垫始终在缓震材料中还是独一档的存在，给到了明显的回弹和较高的缓震极限。而且前掌扇形纵的好处是它刚好处于前掌下半段的位置，落地启动能够参与到，有缓震有回弹。前掌上半段这段偏脚趾踩到的部分呢，就不是扇形纵所覆盖到的区域，保留了比较好的场地感，不至于让场地感完全丢失，同时形成了一个小坡度，对于整个前掌的启动过渡也是有所提升的。对于小快灵打法的后卫来说，这个处理还是非常加分的。后跟的马蹄形纵配合着泡棉外壳，没有公式鞋的印制包边，落地时整个后跟的软着陆也是自然流畅的。另外就是前掌外侧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前掌外侧不是一个外扩的形状，而是一个向下内收的设计。从这个防侧翻脚开始，就做了一个流线型的弧形内收。这个设计在我实际穿着过程中，在做一些交叉步和侧滑步等动作时，整个和地面的过渡确实是比较流畅自然的。相对来说，可能是没有那么强调稳定，但是因为整个位置还是比较靠近前掌脚趾这一节，一般落地呢也很少会单独用到这一节落地，所以我个人的实际体验过程中也没有觉得对稳定性产生明显的影响。前掌内侧呢，就还是保持了一个外扩的设定，然后就是圆弧形的小面积外底上翻，整个前掌的灵活性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那不足的部分最主要还是鞋面强度偏弱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。在做防侧翻测试的时候，整个鞋面形变还是比较大的，感觉鞋面不太兜得住脚，有一种往外侧跑偏的感觉。就像之前字母5那一期说的一样，这个的影响更多还是急停急起的速率不够干脆。防侧翻的话反而是因人而异了，确实在一些极限的情况下会是这双鞋的一个弱项，但其实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是很差的情况下，应该也不会有这种脚要翻过去的感觉，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的。其他也有做外扩的防侧翻脚和中底的上包，不过中底的上包呢是比较软质的上包，同时覆盖的面积并不是很大，鞋面强度和外侧的加固总有一个要支棱起来，无奈鞋面强度还是弱了一点。内侧鞋面也是有做热压加固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不延长一点，这个应该花不了多少成本的，延伸至外侧来控制一下外侧的延展性，增加一点鞋面强度，估计都会好很多。其次中段鞋面是这种类似海绵一样的材质，强度比鞋头这一段是更弱的，当然设计师也不会不知道，所以在这一段较弱的位置外侧加了一块 TPU， 加强一下侧向的强度。这一块如果不加的话，我觉得这双鞋应该是没办法穿的。另外这次耐克还是良心的加入了一块小长方形的抗扭片，看来以前做鞋的逻辑呢还是比现在要更严谨一些。
可能现在国产鞋的刚性都做得比较到位，逐渐习惯之后，对比之下只是一块小小的长方形抗扭片，中底的抗扭还是偏软的，强度不太够。外侧这块 TPU 算是给抗扭助了一臂之力，如果是往外侧掰的话，强度还是过关的，但如果是往内侧掰的话，强度就弱一些。整体上脚后的感受也是内外侧强度会有点失衡的感觉，最主要是内侧比较软一些，足弓支撑也不是很到位，只有较软的 Phylon 轻微的内收，一踩的话会容易泄力塌陷。我自己正常足弓出上脚的时候，第一场球还没有适应的情况下，都会感觉整个足弓内侧会有点酸痛，但适应之后就会好很多。内侧支撑不足的设计呢，我也是绝对不建议低足弓的朋友去尝试的。另外，除了最顶端的鞋带孔外，其余4个鞋带孔都用到延伸至中底的动态鞋带孔，而且是没有缝死的真动态。搭配这个偏软的鞋面，其实穿进去整个包裹舒适度还是不错的。动态的鞋脚一体性其实也不错，就是穿的时间一长，感觉鞋面就会比刚开始的时候要逐渐的变松一些。同时，几乎是没有独立鞋舌的设计，并不会有很多的调节空间。鞋面的整体造型也是压得非常扁的，高脚背的朋友可能就不是很适合了。我是正常的脚背，微宽的脚型，不会有很强烈的压迫感，因为外侧还是比较软质的鞋面的包边，有一定的宽容度。但是这种情况下，对侧向的支撑挑战会更大一些，急停急起会更容易冲出外底的范围内，所以相比之下，还是更适合瘦脚的正常脚型来穿着。抓地力的话，这双鞋还是很特别的，这种波浪形的纹路和地面摩擦是没有声音的，完全是静音模式。喜欢抓地的时候能发出刺耳声音的朋友，可能就要失望了。一般没有挑战性的场地都不用说了，都能抓得住，还是得去我常去的一个又滑又多灰的场地去测试，才知道是不是经得住考验。测试后抓地还算是及格的水平，不是特别干脆，但是目前没有出现明显的打滑。耐磨的话，用了 X 压的外底橡胶，硬度数值在 66.5 左右，是一个相当优异的数值了。但是整体的纹路呢是非常细、非常浅的，血槽还是比较低的，还是拉了点后腿，这一项只能说是美中不足了。穿完这双鞋就会明白这几年过去了，为什么现在的国产品牌会扎堆做公式鞋？因为公式鞋确实是已经被验证过比较保险的做鞋逻辑。当然，用户有好的身体素质，确实可以忽略而掩盖很多问题。但球鞋始终是要做出来给每一个能买到它的人都能穿的商品，需要尽可能覆盖更多的用户。遥想以前那个没有网络、没有鞋评的年代，买鞋基本上就跟开盲盒一样，最多就是在实体店里面试穿一下就决定了。这双鞋其实我觉得没有大问题吧，就是缺点强度。极简设计来追求轻量化的同时，会让鞋面和鞋身的刚性不太足够。对平时打球强度大的朋友来说，可能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。如果是小块连的打法，喜欢重的脚感，同时是养生局居多的，而且不是宽脚、高脚背和低足弓的朋友，又很喜欢它的外形的话，也是可以入手的。高性价比对我来说，它肯定算不上，特别是现在国产鞋在4K 这个价位上竞争是相当激烈的，好鞋非常多，会有很多的选择。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内容不错的话，可以给我点赞、投币、加关注，给我一点支持与鼓励。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